27号，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在美国举行，外界高度关注亚太国家，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经贸动向。近日，中美商务部长面对面的建设性会谈被解读为中美关系的破冰迹象。26号，王文涛又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举行会谈，双方就哪些问题交换了意见，释放了什么信号？来看报道。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日赴美行程十分紧凑。25号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华盛顿会见后，26号又转战底特律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就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贸易发展等阐述中方立场。 参会期间，王文涛会见了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区域和多边议题进行了坦诚、务实、深入的交流。中方就美对华经贸政策、经贸领域涉台问题、印太经济框架、301关税等重点问题提出关切，双方同意继续保持交流沟通。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被视为美国政府中的对华鹰派，多次反对取消或部分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扬言要以此为对华谈判的筹码。他这次态度明显软化，表示美中关系及经济关系对这2个全球最大经济体、2国的工人、企业、中产阶级以至全球都极为重要。 The benefit of sitting down and having a conversation with an interlocutor from Beijing is so that we can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 and understand how we are experiencing the impacts that we have on each other's economies. 从中方的新闻稿来看，商务部选用坦诚、务实、深入来形容与戴琪的交流，显示在关税领域，中美双方分歧仍较多。而此前与雷蒙多会谈时所使用的形容词为坦诚、专业、建设性，这也是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在美方打压下仍不断走高的一个测证。 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22年美中之间的商品贸易总额增至6906亿美元，超过2018年的纪录。同时，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扩大8%，达到3829亿美元。 此次王文涛访美与戴琪会晤，实际上是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破冰。中美之间实际上在经贸问题呢是深度的嵌套在一起，不仅有贸易啊，还有产业，还有其他的各方面的一些问题。中美经贸问题呢，不仅是双边的问题，而且呢也是关系到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中美高层尤其经贸高官的互动呢，其实是给世界经济呢注入了一个可预期性。 深圳卫视注意到，在王文涛与戴琪的会谈中，特别谈到了经贸领域涉台问题。就在上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称，美与台当局完成所谓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预计数周内签署首批协议。台当局声称，这是自1979年以来与美国签署结构最为完整的贸易协定。 对此，中国商务部、外交部、国台办等多部门警告，美国不得与中国台湾地区洽商任何具有主权意涵或官方性质的协议，也不得打着经贸合作的幌子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此次王文涛与戴琪会谈再次谈及涉台问题，重申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的一贯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双方还谈及印太经济框架的问题。27号，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也在底特律举行，共同讨论半导体供应链稳定等问题，并有望形成初步文件。然而，外界对这次会议的成果反应平淡，认为仅有少数议题取得进展，甚至连日本都做出印太经济框架不应与其他贸易协议冲突的表态，暗停中方参与的 RCEP。根据美方设计，印太经济框架不涉及关税减免安排。有东盟国家认为，这意味着 美国光想着利用这一机制约束他国，而不想奉献。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孙兴杰将印太经济框架的设计类比为自助餐，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谁拿了什么菜，与谁拼了桌。印太经济框架是美国跟其他国家一种非对称的一种开放，它其实不想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尤其是一些经济发展比较低的一些国家呢，得不到一种市场转入。但是呢，美国又想 拉拢这些国家中产业和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拼凑一个排他性的半导体或者是高科技产业的小圈子。在26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无论什么名目的区域合作框架，都应该保持开放包容，而不是歧视排他、搞保护主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 美国为了限制中国的发展，维护自身霸权，将经贸问题政治化，胁迫诱拉一些国家限制对华出口，
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近日，在1年1度的亚洲的未来日经论坛上，多位亚洲国家领导人纷纷表示反对供应链脱钩和有案外包在内的经济胁迫。In particular, ASEAN countries of Southeast Asia do not want to be forced to choose sides. We want to grow our links with both the US and China. 孙兴杰也认为，不仅是亚洲国家，连美国的死党盟友欧洲也不支持美国脱钩断链的政策。其实，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框架之下呢，像欧盟啊，像亚太国家，实际上是不愿意选边站的，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在最近这几个月里面，我觉得欧盟，尤其是欧盟的大国，实际上已经想清楚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俄乌冲突的过程中，实际上自己是受损者。那么就是美国去借助俄乌冲突去强化对欧盟的捆绑，以及对中国的进行这种舆论的施压，这种战略呢，已经接近了一个临界点。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商务部长王文涛连续2天在华盛顿和底特律与美商务部长雷蒙多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分别会见，那这是否预示着中美关系开始破冰呢？主持人好，我注意到美国媒体对于这几天会面不是形容为破冰，而是称之为解冻。如果说破冰强调的是一种状态和结果，那么解冻则更指向一种态度和努力。很遗憾，我不认为美国已经表达出了足够的态度和努力，或者说得出结论还为时尚早。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国《华尔街日报》25日指出，所谓美光事件是拜登政府当前对华接触的关键议题。它指的是5月21日，中国政府依法叫停国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采购美国美光公司的产品。中方当时表示，美光公司的产品对中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供应链造成重大安全风险，影响中国国家安全。从任何角度而言，这都是中方对美方的合理反制。2022年11月25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禁止中兴、华为等5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在美国市场提供一切设备和服务。理由是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还声称要给美国通讯设备和服务打造更具弹性的供应链。正所谓你做厨艺，我做食物，但中方叫停对于美光一家企业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一个领域的采购，和美国对于中国高科技企业群体的全面封杀，双方在制裁的烈度和规模上完全不同。某种意义上，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依然表达出了足够的克制，为对话留出了必要的空间。但美国完全不这么认为。5月23日，白宫方面将中方反制定性为所谓又一轮的经济胁迫，还说拜登政府不会袖手旁观。而据美媒透露，美方正在酝酿一个报复方案，进一步收紧对华技术封锁，包括将黑名单上中国企业的一切子公司和关联公司也加入黑名单之中。用美媒的话来说，就是堵上一切出口管制法的漏洞，把事儿做绝。如果拜登政府不改变这一点，执意做出进一步的报复，那无论如何接触都很难带来解冻的温度。外界都很期待中美破冰，但很遗憾，这个世界上永远不可能存在单方面的破冰。27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迎来100岁寿辰，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峰登门祝寿。这位在太平洋两岸都有巨大影响力的战略家，到底是如何炼成的呢？上世纪70年代，随着在越南的全面失败，美国陷入全球收缩，而苏联则进入霸权扩张。这一时期，美国战略界弥漫了一种失败主义，美国对苏联战略也从此前的全面对抗转向缓和政策。而基辛格为了扭转美国的战略颓势，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基辛格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联中抗苏。抗苏是目的，联中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基辛格之所以是中美关系发展的英雄，那是因为在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中美的利益和美国的整体战略利益高度重合，但这个重合不是永远的。如果基辛格如同某些观点所认为，能务实理性地从真正的美国国家利益出发，那么今天的基辛格和1971年的基辛格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一定也是不同的。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今天的中美关系不是基辛格这样的战略学者后继无人，
而是有着太多骨子里流淌着美国优先主义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用19世纪的理念、20世纪的经验看待21世纪的国际关系。他们言必修昔底德陷阱，3句话离不开结构主义竞争，动不动就是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生存较量。中国作为一个复兴的古老大国，美国的作为老牌的发达国家，中美关系如果要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就不可能遵循既有的历史道路，就必须要跳出现实主义，跳出历史的循环，寻找新的路径。所以，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5000年的历史让中国厌倦了周而复始的大国悲剧，再一次崛起的中国人相信，我们可以有更美好的未来，全人类都可以有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尊敬基辛格，但我相信我们更需要超越基辛格。好，谢谢张思南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26号在莫斯科与俄外长及副外长举行会谈，讨论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此前，他访问了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和欧盟总部。外界注意到，李辉大使此行对外释放的消息不多，是因为这主要是一次听取各方意见的试水温之旅。那么，和平曙光能否出现，主要取决于冲突当事方以及拱火的美国及北约的态度。但无论如何，俄乌迟早都要走上谈判桌。5月26号，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访问俄罗斯，期间同俄外长拉夫罗夫、副外长鲁登科、加卢金分别举行会见会谈，双方就中俄关系和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等交换意见。李辉表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贯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身立场，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中方将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基础上，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方加强交流对话，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俄方赞赏中国推动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真诚愿望和切实努力，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个应该、4个共同和3点思考，认为中方有关原则立场有助于和平解决危机。俄方将继续坚持政治解决方向，并与中方继续加强沟通协调。俄罗斯媒体称，李辉在俄外交部逗留了1个半小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透露，普京暂不会见中国特使。外界注意到，普京在25号与巴西总统卢拉的谈话中确认，俄罗斯愿意就乌克兰的局势进行对话，俄方对关于乌克兰局势的对话持开放态度。我们看到俄罗斯也是对我们的这次这个行动啊，也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赞我们的这个李特使为这个和平使者啊。所以也说明俄罗斯也是内心存在着要尽快结束这样一种局面啊。然后也是对中国的这样做出的这个努力啊，也表示这个一定程度的赞赏。深圳卫视注意到，莫斯科之行是李辉这次欧洲5国访问的最后一站，他已经在欧洲进行了前后11天的访问。16号至17号，李辉首站访问乌克兰，期间乌总统泽连斯基会见李辉，李辉还同乌总统办公厅主任伊尔马克、外交部长库列巴以及基础设施部、能源部、国防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举行会见，双方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中乌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李辉表示，化解危机没有灵丹妙药，需要各方从自身做起，积累互信，创造止战和谈条件。乌方表示，欢迎中方为结束战火、恢复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之后，李辉又访问了俄乌2国的邻国波兰，紧接着又到欧盟最大2个国家法国和德国访问。25号，李辉在布鲁塞尔分别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办公室主任贝尔纳、欧盟对外行动署副秘书长莫拉举行会谈。李辉强调，中国同欧盟在劝和促谈问题上存在不少共识，中方支持欧洲国家加强战略自主，为欧洲大陆长治久安做出努力。欧盟官员高度评价中方为和平解决冲突发挥的积极作用，赞赏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中的有关原则。欧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我觉得还是非常务实的啊。然后这一次我们从这个乌克兰开始，然后欧洲各个国家，还有包括俄罗斯，也就是基本上见到了最主要的这个2个当事方，还有几个这个深度参与的这些国家。那么就是我们说，首先开始这样的一个磋商是非常必要的啊。那并不能指望一次的磋商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啊。但是刚开始刚起步，然后大家就认同
磋商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俄罗斯消息报注意到，整体而言，关于李辉此次欧洲和平之行的会谈内容对外公布的信息较少，因为会谈都是闭门展开的，大多数调节工作在幕后进行，对外使用极其精简的语句。观察指出，这显示冲突相关方的分歧很大。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作为落实中乌元首4月26号通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李辉此行主要任务是为劝和促谈试水温，但依旧难度不小。俄罗斯独立报认为，不能过于期待李辉此行的及时效果，但中国习惯于放眼长远。这个成果我们应该看到是它一个整个长期的这样一个磋商、一个协调机制里面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那么这个成果可能里面还包括一些比较敏感的信息，还有一些这个到现在为止并不能完全确认的一些信息啊。那么可能就是并不能得到这个对外的公布啊。但是从各方面的这个表态来讲，对这样一个过程是非常这个积极的评价的。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有信心要看到随着这个第2次或者第3次的这样的磋商的一个进行的话，会有更多的这个已经成熟的或者能够使各方能够达成妥协的这样一个方案会出来。乌克兰外交部此前发布声明称，乌克兰不接受丧失领土或冻结冲突的建议，恢复可持续、公正、和平的原则必须建立在尊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而中方3月公布的12点立场文件的第1点就是尊重各国主权。俄乌双方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分歧巨大。具体来看，乌克兰坚决要求俄罗斯军队撤出其领土，回到1991年的国界线，其中包含克里米亚；而俄罗斯希望在目前战线就地停火。日前，俄方承认其独立的乌东4州以及克里米亚都脱离乌克兰。乌克兰危机延宕1年多，对全球地缘格局和经济发展都产生巨大影响，包括美国和欧洲社会的劝和促谈呼声都越来越高。美国《华尔街日报》肯定李辉大使欧洲5国行，认为中国提出了一个潜在和平路线图的大框架。李辉广泛访问了欧洲大陆的众多国家，是中国参与调停乌克兰危机最具体的行动。德国之声电台报道称，欧盟外交事务专员博雷利的副手莫拉对李辉大使约定，中欧双方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保持交流，以继续为乌克兰实现可持续的和平而努力。这显示，深受俄乌冲突外溢效应的欧洲认识到，冲突持续将令欧洲元气大伤。法新社称，欧洲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利用中国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来帮助结束战争。已经显示出来这样的一种僵持的局面，但是这种僵持的局面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得到大家的确认才能使大家更加认识到这样一种方式对于解决问题是这个没有帮助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国家也参与到这种进程中来，也会有这个大家也会有更积极的态度来通过这种和平的政治的方式去解决这场危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态度也悄然改变。今年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声称号召盟友拒绝一切中国参与的和平进程，但在5月初，他公开对媒体肯定中国12点立场文件以及中方劝和促谈的努力。但另一方面，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突破红线，向乌军提供远程导弹和 F-16战机。外界分析认为，李辉去欧洲国家的行程将被证明是意义非凡。英国《卫报》称，从沙特和伊朗在北京启动和解开始，国际社会对中国劝和促谈的外交能量感到吃惊，这也是中国影响力增强的直接表现。该报还注意到，中方奉行的是公正客观的方针。还有观察指出，美西方一些势力对中方劝和促谈感到紧张，认为中国大使成功访问多个当事国会让美西方显得外交失能，因此他们也在暗中破坏中方的努力，尤其是通过向西方舆论释放烟雾弹带节奏，企图消解中方影响力。观察指出，李辉此访4大积极效果正在显现。首先是发挥表率作用，言行一致地将劝和促谈进行到底；其次是扮演桥梁角色，帮助直接当事方和利益攸关方重建沟通；第三是化解立场分歧，构建促和压倒求胜的主流叙事；最后是激发示范效应，争取在政治解决危机的道路上出现更多同路人。毕竟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法，只有冲突各方以及国际社会各尽所能的缓和局势，持之以恒的推进对话，循序渐进的化解分歧，才能使和平的曙光尽快到来。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使李辉结束了这次广受外界关注的俄欧之行，那对此你有些什么样的观察？我认为李辉的这次访欧主要的任务有2个，一个是不仅劝说欧盟和乌克兰接受关于正式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
而且劝说欧盟在处理乌克兰危机时，不要一味地跟在美国后面跑，要保持自己的战略自主性。二是倾听乌克兰与欧盟对于解决俄乌冲突的意见，并反馈给俄罗斯，让俄罗斯做出最终的判断。那么对于欧盟来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向中方表明态度，同时借李辉的口向俄罗斯传达几个立场和态度。其一是俄罗斯必须立即无条件地从乌克兰全境撤出所有的部队和军事装备，否则没得谈。其二是在俄乌正式爆发之前，美欧之间或许还有嫌隙，但在正式爆发之后，美欧则更多地展示了对外的团结。第三，告诉俄罗斯不要幻想西方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会打退堂鼓，俄乌正式打多久，西方就会挺多久。从欧盟透露给李辉特使的信息来看，西方在俄乌战事上的态度似乎变得越来越强硬，那这是为什么呢？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经过长达15个月的俄乌战事，西方国家自以为自己不仅摸清了俄罗斯的战略底牌，更为关键的是还基本上摸清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我认为西方国家观察与测试俄罗斯的战略底牌，主要是通过一步步以切香肠的方式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来实现的。当战事开始的时候，俄罗斯警告西方不得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资源，否则就会将战事升级为核战争。但当西方国家不听招呼这样做了的时候，俄罗斯并没有发动核战争。于是西方国家在军援乌克兰问题上就开始一步步升级，现在又有远程导弹，甚至是 F-16战机，而俄罗斯划定的红线正在一步步往后退。于是西方国家就得出了俄罗斯不敢使用核武器的结论。西方国家摸清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底牌，这是通过观察俄乌战事的进展来实现的。正是俄罗斯在军事上由起初的全面进攻态势转为了现在的全面防守态势，让西方国家得出了俄罗斯的常规军备实力不过如此的结论。而最近乌克兰宣称利用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了俄军发射的超高音速导弹。假如这个消息是真的，这是一个对于证据来讲具有关键性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因为北约最为担心的就是俄罗斯的核打击能力，尤其是利用超高音速导弹搭载核武器的能力。外界注意到的是，这一事件过后，西方国家开始变得越来越有恃无恐起来，不仅打破了不得向俄罗斯提供 F-16战机的禁令，甚至扬言北约国家有可能会直接对俄罗斯来宣战。25号，俄白两国防长举行会谈，并签署了在白俄罗斯部署俄罗斯战术核武器的文件。俄罗斯防长绍伊古强调，这是为了应对西方国家正对俄白两国发动的一场未宣战的战争。与此同时，乌克兰对俄境内的军事目标打击正在加强。俄罗斯南部与乌克兰接壤的别尔哥罗德地区26号遭到乌克兰炮火和无人机的袭击。那么，这也是该地区近期第2次遇袭。25号，俄白两国签署了在白俄罗斯部署俄罗斯战术核武器的协议文件。俄防长绍伊古表示，北约正以乌克兰危机为借口，在东欧加强武器和军队部署。此外，西方国家通过不断拱火，故意延长和升级乌克兰危机。绍伊古称，西方本质上正对俄白两国发动一场未宣战的战争。На западных границах России и Беларуси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об ответных мерах в военно-ядерной сфере. Вооруж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передан оперативно-тактический ракетный комплекс «Искандер-М», который может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ракеты как в обычном, так и в ядерном исполнении. Также переоборудована часть самолетов Су-25 для возможного применения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Белорусские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е прошли необходимую подготовку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учебных центрах. 绍伊古强调，部署在白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控制权仍然属于俄罗斯。伊斯坎德尔是俄罗斯军队现役最先进的战役战术导弹，最大射程为500公里，具有高精度、高速度、高机动性和隐身性等特点。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表示，此举是对不友好国家挑衅性政策的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则称，这一举措是自1年多前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不负责任和挑衅行为的最新例证。但他认为，目前
没有俄军将使用核武器的任何迹象。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马斌对深圳卫视表示，俄白签署涉俄武器协议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是俄罗斯加强对欧美或者是对乌克兰威慑的一部分内容。这个武器部署之后会在美国跟俄罗斯之间，会在欧美跟俄罗斯之间会形成新一轮的斗争。那这样的一个斗争会影响到美欧对乌克兰的一些武器的援助或者说对乌克兰战场的一些态度。据悉，这是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首次在境外部署战术核武器。俄方曾多次谴责美国。冷战结束后，仍在欧洲的比利时、德国、荷兰等国部署核武器。有分析认为，在芬兰加入北约后，俄与北约的边境增加了上千公里，这使俄防御压力大增。俄塔社26号表示，北约计划在其东侧部署30万名士兵，俄罗斯被迫做出反应，只能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才能保持军事平衡。25号，民进党籍民意代表在台立法机构提出质询称，发现在大陆视频网站 B 站上，有人自称台军爱国者地空导弹部队士官，发布所属部队情报资料，有涉密嫌疑，是对台湾方面的打击。台军方则承诺，如有违法，会依相关机密保护规定采取动作。那么，此人究竟发布了什么内容，竟让民进党方面如此紧张？来看报道。25号，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赴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民进党籍民代林静怡询问有自称是台军爱国者导弹部队的士官，在大陆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上发布爱国者导弹相关信息，并质疑此举是试图与大陆情报机构接触，待价而沽，要求台军方积极应对处理。林静怡所指的是一名网友17号在 B 站上针对一则乌军爱国者导弹拦截俄军导弹对基辅的空袭，快速弹药耗尽后遭命中的视频留言称，如果要瘫痪一个爱国者连，如果在野外就要摧毁他的发电机或雷达，但如果在营区内只摧毁发电机没用，因为营区内都有发电箱可以发电，只摧毁雷达也没用，因为可将指挥权交出去。外界注意到，在评论区的这则留言中，这名网友还着重介绍了台军雷达和发电车、指挥车距离很近，很容易受波及的信息，疑似为有过爱国者相关部队经历的台军或退役人员。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27号在 B 站的原视频下的评论已经消失，不确定是自行删除还是被平台删除，但有网友将其言论重新贴至评论区。相关截图显示，该网友名叫老板板 ，IP 地址显示来自中国台湾，评论用繁体字介绍了岛内爱国者导弹部队的相关情况，称岛内有9个爱国者连。根据这名网友自述，他本人就是岛内爱国者导弹部队的士官。目前 B 站上已经找不到该网友的相关信息。值得注意的是，看出这一视频的博主只有12个粉丝，总获赞量才300多。尽管事情已经发酵了10天，但原视频下方的评论数仍仅有300多个，播放量也仅有2万多，难以匹敌动辄10万加的博主。难怪有岛内网友吐槽，连大陆网友自己都未曾关注到的小博主，竟然被民进党方面关注到，因此更加怀疑绿营网军会定期筛查大陆社交平台的动向。台防务部门舆论战部门政治作战局的负责人杨安证实，此留言的人确实是台湾网友，而且确实是台军爱国者导弹部队退役士官。杨安表示，其言论经查证均属公开信息和个人观点，还声称此事并未涉及核心机密，因此并不构成泄密。未来将针对现役退役官兵做好反情报教育。他最后威胁称，假如这名退役士官有下一步动作，台军方也一定会采取下一步动作。有观察指出，台军退役士官与大陆网友交流，引起民进党和台军方的警惕，是因为其曝光爱国者雷达容易出现故障，让一向吹嘘美国对台军售如何先进的民进党当局脸上无光。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频借俄乌冲突新闻炒作美国售台的爱国者导弹性能有多么先进，大搞以武谋独宣传战。但不料，这名台湾网友却爆料称，摧毁发电机就可以摧毁爱国者。岛内的这些妄图以武拒统的这小撮势力，想要把爱国者吹嘘成一种所谓的神兵利器，这个是不可能的，是骗不了人的。不光是骗不了岛内的民众，那么更骗不了
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广大的爱国同胞。当然，其实说白了，到最后也是骗不了他自己的。美台军事勾连愈演愈烈，近期岛内最大的新闻是，美国政府经总统拨款权渠道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援助案已进入交付程序。首批毒刺肩扛便携式防空导弹24号由波音747、446型货机运抵台湾桃园机场。外界注意到，美方2019年就宣布要对台出售毒刺导弹，但此后没有下文。这次却以总统拨款权形式交付，值得警惕。因为美国以总统拨款权援助武器的条件苛刻，对象都是交战方或者高战争风险方。分析认为，美国先是迟迟不肯交付，现在又突然以总统拨款权的方式匆忙交付，炒作台海战争风险的意图十分明显。